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开箱一下我们的10万订阅奖牌，因为其实已经拿到这个奖牌有点久了，然后一直都没有时间，这都还没开哦，当然没有时间来做开箱，所以今天刚好大家都不在，我就赶快把握时间来开个箱。然后顺便聊一聊我为什么要做 YouTube 频道。我们的开国元老级的观众都知道，我刚开始做其实只是拍一些日常生活，就是我们在德国的，打开了德国的日常生活给我台湾的家人看。然后做着做着，因为不同的观众越来越多嘛，大家也会对我的内容有一些期待。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就 YouTube 颁发给我一个10万订阅的证书 ，YouTube CEO 的签名。弟弟回来了，然后这个就是奖牌本人了，就其实它没有很重啦，说轻不轻，说重不重，金光闪闪的奖牌来了。台湾家庭在德国，然后10万订阅这样。这里是一个镜子。对啊，一个小卡片，鼓励我们迈向另外一个里程碑。下一个应该是金牌吧。我们频道花了2年5个月又18天，得到10万订阅，也要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这么愿意投入来做这个 YouTube， 因为其实我本来就是没有想说要透过这个 YouTube 达到什么财富自由。那后来我也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就像以前跟大家讲的，我如果一支影片有1万次观看，大概我可以赚10欧元嘛，差不多啦，10块上下好了。那我如果一支5万观看的影片，我也才赚50块欧元。那这50块欧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去面包店打工1个早上的薪水，其实是蛮惨的。但是那一支影片我可能花了20个小时来制作。所以我认为要靠 YouTube 的广告收益来赚钱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就是现在如果说你要投入 YouTube 是为了赚钱的话，那我真的可以劝你打消这个念头。那除非你有其他的业配合作，比较有可能透过 YouTube 来赚钱。业配的话，我大概90%以上就是都不了了之，因为有时候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产品跟我频道属性不合，或者是我自己没有在习惯用那个产品，所以不是说每一个来找合作的厂商我都会接。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影音记录的时代。古人他们从甲骨文，然后竹简啊、木片啊，写在那个绢纸啊，或是宣纸什么书法。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用打字的，然后书写形式跟记录形式也不断在改变。有了影音之后，看书的人也越来越少。因为以前我也是一个蛮喜欢看书的人，但是现在我也发现，我这个阅读习惯越来越没办法持续。你获取讯息的方式比较快的，就是往 Google 打上一个关键字，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的资料嘛。那有影片的，你当然首先会去点影片来看。所以这个是人类的记录或者是传递讯息的方式的一个改变。最重要的就是记录生活啦，因为我有拍这些影片，才发现我们的记忆真的是不牢靠的。有时候我跟老公都还会在那边争辩说我们有吃过什么，或者我们有去过哪里，或哪边有什么。有时候是他忘记，有时候我忘记。我们有这个录像的证据，就可以去确认一下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当你为了不解决生活上的某一个困难，你上去 Google 或是 YouTube 搜寻的时候，人家会贡献一个他自己的方法嘛。每个人一定会有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小诀窍、小技巧，或是你的人生一定会有不同于别人的体验或是感悟。我觉得这都是对别人很有帮助的事情。那你如果可以把它用影音的方式分享出来，一定可以帮助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我以前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也会分享，比如说我怎么准备出国啊，怎么申请学校啊。我在 PTT 也会分享我怎么考多益啊，就是这些东西。以前我们也曾经听过前辈的人的分享，那变成说我们也算是回馈给这个社会，这是一个人与人互助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Google 这个搜寻引擎，它有点像算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那如果你也把你的经验或是你的知识、你的兴趣拍成影片，也可以贡献给这个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变成人类智慧的一部分，那不是也很好吗？如果说我做一支影片，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就是值得了。所以我是抱持一种做义工的心态吧，就是说我知道的东西，我可以贡献给这个世界的这种做义工的心态来做我的每一支影片。我知道台湾人很喜欢做义工嘛，我妈她退休之后，她也一直都有在社大当义工。可是你当义工，可能只有服务到你接触的那个人，但是你在 YouTube 上面做的影片，你可以服务到这个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去做的。我做频道做自媒体，还有一个理由就是给我的后代子孙看的，所以我必须要100%的忠于自我，这样他们才会知道几百年前他们的欧玛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能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德国生活了好几百年了，就是已经是在德国的不知道哪一代了，他们就会知道说他们的爷爷奶奶是怎么样从台湾来到德国打拼。或许他们那时候已经不是德国人了，已经不知道是哪一国人了，或许他们那时候已经是火星人了，也说不定。在这个欧玛还活在2022年，我们现在的车子还没有办法在天空上飞，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生活的一切的状态，这就算是一个数位史料的一部分。用影像还有声音，就是这个影音的方式记录下来我们来到德国的生活。所以我对于我的影片都会非常要求它的真实，这算是给我自己的一个交代，也算是给我子孙的一个交代。那至于大家常常在讲说什么哦，你是德国人啊，你不是台湾人啊，你又是什么人？反正这个什么人，我觉得讨论这个有点没有意义，因为我们都已经快要可以登上火星了。那我们上火星之后就是地球人了，谁还在乎你是哪一国的人？而且这种国籍的流动以后会越来越迅速。就是在我这个 generation， 我们可能是台湾人，然后来到德国，算是第一代移民吧。然后等到我的下一代，他们可能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就已经觉得自己是德国人了。那他们也可能会去美国，或是去哪里工作。所以等到我们的第3代、第4代，可能也不是德国人了。就是每一代的国籍都是浮动的，都是在改变的。可能一个人的一辈子会有3种国籍，也不一定啊。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限制说你一定要是哪一国人，因为我的阿嬷已经88岁了，那她的阿嬷我就只有看到一个非常小的照片，然后那个头就是非常的模糊，她就只留给我们这样一张小小模糊的照片而已，剩下什么都没有。就以前的人，尤其是女生吧，过世之后就是一个墓碑，而且还没有名字，就是什么皇室、陈氏这样子的墓碑。那我不希望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后走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我的姓氏的墓碑在那里。我希望我可以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给我的子孙、我的后代，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做自媒体的原因。那我也希望可以渐渐的把我们家族的一些故事，比如说我的阿嬷、我的阿公他们的故事，可以把它用影音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给我们后代子孙可以看得到以前的阿公阿嬷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为人、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思想。因为以后的 AI 或者是元宇宙会越来越厉害。以后如果说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集结了我这一些 video 里面我讲的话，也许元宇宙就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我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会是如何，或是可以模拟一个真实的我，在他们那个世界还可以跟他们讲话。我觉得你应该要给你的子孙多一个这样的机会。这个时代建立个人品牌还蛮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有什么销售行为，并不是一些商业上的考量啦。因为我相信以后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频道，那这个频道就是代表你这个人，就是你的所有一切的，你的生活记录也好，你的一些你懂的东西也好，就是你这个人的一个总和。
那像现在有很多公司，他们在应征人的时候啊，他就直接看你的网络足迹，你日常生活中会想要搜寻或是接触哪一方面的资讯，他就可以决定要不要录用这个人。那以后我相信，如果你有自己的频道的话，不管你要去求职也好，做什么工作也好，都很容易了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你不需要提供太多的证据，因为你这个频道的讯息就足够说明一切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写书法，学校功课我就有跟老师讲说，我可不可以用书法写，然后我还真的有一行是用那种蝇头小楷写的这样子，后来就真的觉得非常的耗费时间，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这个人类记录资讯的方式一代一代的不同在改变，虽然说我现在也可以回去写书法，但是这个花费的时间跟精力就会变得很不值得。打字的写日记，或是用影像、用照片写日记，或有人是用像现在就是用 video、用录影的方式，当做是你一个人生的记录。就这种记录的形式一直不断在改变，所以我会认为说，制作影片的能力，就这个编辑的能力，应该是现代人应该要具备的。所以我现在如果是老师的话，我真的会鼓励每一个同学都开始经营他自己的频道。然后我甚至认为大一的必修课，以前我们都是什么国文、英文、历史嘛，还有一个是什么宪法还是什么东西的吧。我认为大一必修应该要列入做 YouTube 或是做影音的能力，就是你要能够用一个短片、一个 video 的形式来好好的讲述一件事情，不管是你的表达或是你的剪辑。用一个短短几分钟内去讲好一件事的能力，我觉得是现代人非常需要的。所以当初我们家姐姐她要开始做 TikTok 的时候，我并没有怎么样阻止或是反对，因为我觉得这也是训练她一个表达的能力。那后来她也很快的去 get 到说要怎么样让她的影片能够抓得住观众，就是她在经营频道跟做影片的概念，我觉得他是比我还有天分，所以我也不需要去担心说他不知道怎么行销自己。那虽然说他现在的频道已经停更了，因为种种的理由，这我就先不多说了。就是要做也是他的选择，不做也是他的选择，所以我觉得我是完全的尊重他。那我已经知道说他有这个能力，那这样就好了。因为其实他用短短的时间就做到15万的粉丝。那这大半年他都没有更新，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还有一个我做频道的理由就是，我不想要伤害我跟比较亲近朋友的友谊。这怎么讲呢？因为很多人啦都是喜欢，比如说发朋友圈，或是发 LINE 群组，就是做一些美食啊，或是晒娃啊之类的。以心理学上来讲，大家比较喜欢看到别人不如自己。所以当你看到你周围熟悉的人过得很好的时候，当然你应该为他们开心啦。可是以人性来讲，你会觉得说，哦，难道我真的过得很差吗？就你这种发朋友圈的举动，有时候会造成你的朋友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说，我不应该造成别人的压力，尤其是我跟我比较亲近的朋友。那我如果有自己的频道的话，那我的朋友虽然我会跟他讲说，哦，我有一个频道，你可以偶尔来拜访我一下，但是有没有来拜访我，我其实没有那么的 care 啦。你在频道里面发了一些内容，但朋友就算不来看的话，对于朋友来讲也不会造成什么压力。就我们人性来讲的话，跟你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会觉得说，我跟他们也差不多啊，为什么人家过得这么好？别人的好会让你开始有点否定自己。那我觉得这样子，不管是对你或是对朋友来讲，对你们的友谊都是一种伤害。我的生活过得好，并不会给一个陌生人带来压力，那你就比较能够找得到跟你兴趣志同道合的一群观众。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平常就喜欢在所谓的朋友圈，因为像我是比较不会这样子啦，就是你比较习惯在你的朋友圈晒你的生活的话，那你就不如来做一个自己的频道。这样一方面你可以更忠于自我，然后一方面可以不要给朋友带来压力。这个是我觉得做自媒体的另外一个好处。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读国文都会觉得说，一个很厉害的人应该要能名留青史。
那现在你不需要很厉害，你也可以名留青史，只要你所做的内容是对这个人类世界、这个社会有帮助的，然后大家也认同你的话，你就会成为一个留名青史的人。因为现在就算是随便任何一个职业，比如说一个天桥下的流浪汉好了，可能大家也会对流浪汉的生活有兴趣。所以这个是一个分众化的时代，只要你够特别，我觉得千万不要去模仿别人，因为每一个成功的例子都没有办法被复制。你一定要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你，你一定要去思考，你可以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就是你的内容可以对别人有什么贡献，自然就会有一群人来认同你的内容。因为这个网络世界是非常神奇的，会去帮你的内容找到跟你的频率相符合的观众。在这样的一个分众化的时代，你不管打开任何人的电脑或任何人的手机 iPad， 每一个人所看到的他所偏好的内容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个很无聊的东西，它也是会有喜欢观看的族群。像很多男生就喜欢看那个什么挖土机，就是德国有一些那种农业机器啊，或者什么挖土机，反正就是一些器械、飞机什么的。有一些那种 video 完全没有讲话，然后就是一个挖土机在那里挖，你看下面就是好几百万观看，你也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子？我记得我刚开始还没做频道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国的家庭频道，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也是可能是用手机拍摄的，然后他居然有1000多万的订阅，当时的离子期才800多万，然后我觉得说，哎，这样的家庭生活不是跟我们家也差不多吗？那既然有这么多人会喜欢看这样的内容，那或许我也可以尝试拍摄这种家庭生活的内容。那后来我慢慢调整方向，发现说我可以把我们在海外生活的经验，可以贡献给一些即将要来德国生活的朋友。这个是我目前给自己频道的一个定位。当然每个人他的特质、他的兴趣不一样，你也可以去做出你专属于你的一个垂直内容。只要是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东西，那你的频道就是会对这个人类社会很有贡献的频道。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当自己的司马迁，因为在古代啊，史官司马迁就只有一个人嘛，他写的就是他觉得每个领域最厉害的人。但是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司马迁了，人人可以当自己的司马迁。你用影音记录下来你的生活，或是你的 knowledge， 你懂的事情，这个东西它就会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留存到你的子孙，或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到。那如果你这个内容是对人类有帮助的话，那这个世界就会记得你，所以你就会是你自己的司马迁。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你把照顾他的情形都录下来，他也可以比较知道说他小时候父母是花了多少心力再把他拉拔长大。对，这个对于小孩的成长过程的记录，我觉得也是蛮珍贵的。因为像我们小时候，因为没有这么方便的影音设备嘛，所以我们这个年代的小孩子大部分都是照片。那因为他们现在有照片有影片，就更加的对于他们小时候生活的记录会更加的立体。做这个频道也是希望让大家可以更了解在德国的生活，还有德国的教育各方面。当然，我并没有要怎么样去吹捧国外的教育有多好，我觉得其实各有优缺点。可是我看到的，先不用讲什么啦，就是第一个就是小孩子都很喜欢上学。我们家不管姐姐弟弟，他们有时候放假会觉得有点难过，因为上学很好玩。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在国中的时候就有很多去企业或是就是一般民间的，不管是哪里，医院也好或是商店也好，去那边实习见习的机会，就他们有蛮多机会可以接触到真正的职业，就他们可以从很小的时候就去看看这个社会有什么职业适合他们。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交换学生，就交换学生在德国来讲是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有的机会。
就不是说一定要家境非常非常好，就说交换学生的这个期间也是算在他们的上学的这个时间里面。怎么讲呢？就说他们去国外交换学生的时间也会算在他们的学习里面。因为据我所知，台湾好像如果你要9年级去交换的话，好像都会延迟到你的毕业的时间什么的，就是都会耽误到你的正常学习啦。我觉得这个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那我如果去交换的话，好像会耽误到我正常的学校的毕业或是学校的学业，然后让很多台湾的小孩子就比较没有办法这么放心的去参加交换学生的 program。最后就是我个人的小小心愿，在达成10万订阅之后，就开通我们的频道会员。那频道会员主要就是为了要帮助平凡家庭的小孩子出国游学。那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自己算是最古早的游学始祖吧，因为那时候我知道我周围的朋友没有人去过游学，然后我认为我小时候的游学对我来讲帮助很大，不管是在开拓人生阅历，然后扩展自己的眼界跟增加语言能力方面，都对我的帮助很大。那当然，我也把这个经验让我们家女儿也去体验过了，我们也觉得效果非常的好。那前几年有听说台湾政府也希望能够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双语国家。那对于我这种一线的英文老师来说，我觉得你把英文老师逼死了，或是要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研习，或是再怎么样的去改造课程，我觉得功效真的很有限。因为我对语言的学习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一定要有那个语言的环境，还有就是按需学习。如果说这个语言以后你的工作完全不会接触到，那你学再多也是没有用。就像这边有很多人华人的小孩，他们希望小孩子去学中文，但是小孩在这边长大，他就觉得说我根本不需要用到中文，那他们的工作也的确不需要用到，那他们从小学的那些中文感觉就对于他们的人生来讲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如果说大家希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双语的社会的话，我认为应该是要让更多的小孩有这样子交换学生或是游学的经验经历，才能够真的让他们提升真正的语言能力。当然很多朋友都会跟我讲说，台湾现在也有交换学生啊，可是我觉得台湾能够出来交换的应该还是家境不错的小孩，因为真的要来到国外待这么长时间，可能1个月或者是半年，就是家庭环境还是要不错才有办法。那这种交换学生其实在德国还蛮普遍的，他们到了9年级以后，就是都可以去申请，看是要去法国啊、西班牙、美国啊，就他们第2外语有学的那些语言，都有跟他们可以交换的学校。那都是去了差不多像3个月、半年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个是比例的问题啦。当然我知道台湾也有，可是我觉得那个比例就是没有像在这边这么多。而且如果是台湾家境比较普通的孩子，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好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那我的频道就希望可以透过大家的爱心，可以让这些小孩子达成这个交换学生或是游学的梦想。然后今天本来要开箱，本来是纯粹开箱这个奖牌的，就没想到肉等跟大家聊了那么多，因为这是我做自媒体以来这2年的一个小小的心得感想。重点就是说，如果你现在开始的话，我觉得心态上不要有那种要用 YouTube 来赚钱的想法。我觉得把它当作你对这个人类群体、这个社会的一种贡献会更好，就当作是一个做义工的概念。但当你对这个社会有足够的贡献，大家也认同你的时候，你的频道自然就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那刚开始也不要灰心，因为你们有去看我1000订阅的感言，那个时候也是很惨，就是我做了100支影片，只有100个订阅者。我相信目前应该没有人比我更惨啊。人启动的时期一定要坚持住，确定自己做的东西是对大家有贡献的，那你的频道迟早一定会被别人看见。我相信很多有一点年纪的朋友都会觉得说，哎，我又不会剪辑，我也不会电脑，怎么我都不会。其实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因为这些东西在网络上都可以免费的学会。我刚开始也是从完全不会开始，因为其实坦白讲，我是一个对3C 还有电脑非常害怕的人。我记得我当初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教授就叫我们要用电脑打字交报告。现在听起来可能会觉得现在不都这样子吗？可是当时不是，当时我是完全不会用电脑打字的。我还跟老师硬着头皮讲说，老师我不会打字，我可不可以先用手写的？然后等到我学会怎么打字的时候，我会用打字的再交给你这样。其实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几个没有电脑的，还有像我这种不会用电脑的，真的是刚开始是用手写报告给老师，可后来我们也学会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个时代，你用电脑打字这个能力，算是每个人都必备的能力嘛。那我也相信之后用影音来叙述一件事情，来传达你的思想，是一个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必须要会的能力。就像你用电脑打字一样，是用影片来叙述一件事情，来说明一件事情，这个也是会变成现代人要会的基本能力。好，那等一下我们要出去了，所以我就先讲到这边，然后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如果想要开始自己频道的人，我们一起加油。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太突然了，99999了，天哪！你为什么一直紧张？我真的怕拍不到这个时刻，所以就很紧张。10万订阅了，6点21分，赶快来这边记录一下时间。这里4月8号18点21分，我们终于完成这个伟大的里程碑，就是10万订阅。哎呀，我觉得好感动哦！我就是靠着一支 iPhone 做到10万订阅，所以我可以，你们也可以的。谢谢大家的支持，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10万订阅的时刻。因为我们今天10万订阅了，所以我们要煮这个羊排来庆祝。大厨为我们煎今天的羊排。我们今天特别开心，因为今天是我们突破10万订阅的日子，然后我们要开这个 Prince from Hessen 德国的 Riesling Sekt。哦 ，Riesling Sekt， 这特别好喝，真的。我已经推荐他很多次了，然后我们有去他那个皇宫，我们也这几年一直都有订他们的酒。哇，是这个。Meins ist besser, meins ist süßer. Meins ist süßer. 对啊，它的泡泡特别美。Anstoßen. Anstoßen. Prost. Prost. 弟弟。特别好喝。这个味道真的很棒。我们今天的羊排非常的澎湃。这边我要的哦。我们还有 pommes 对，你再吃一点泡的手就饱。我吃很多泡的手就饱了。